极端的努力是性压抑吗？所有的奋斗只是在逃避被燃烧的恐惧。可是赫拉克利特的火专烧僵尸。我们聊了阿纳克西美尼的气，他给你制造了石头和火的幻觉。此时的我们又以为生活是气在呼吸，可那只是终极火焰投射出的烟雾。我们所有的稳定和秩序都是短暂的休战。没错，现在我们可以迎接那位真正的疯子赫拉克利特了。他说火按一定尺度燃烧，又按一定尺度熄灭。他说万物流转，无物常驻。他说我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赫拉克利特从不相信任何静态的本源，他认为万物的本源就是火，不是用来取暖的火，是宇宙中永恒燃烧、度量、交换万物的火。这火是罗格斯，是变化。所以赫拉克利特认为火、罗格斯、变化本身就是世界的秩序，它不是某种元素，它是一种过程。火是斗争，万物皆在永恒的斗争中生成和消灭。我的稳定工作正在和技术迭代斗争，我可怜的那点财富在和通货膨胀斗争。而斗争不代表混沌，它遵循一个不可见的、普遍的、理性的法则。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在一条河流中找到一块静止不动的石头，这代表我们刻意维系的一切就是上次踏入河流的湿脚印。当我们第二次踏入时，脚印早已被冲刷干净。这一切的改变就是火在烧毁我们僵化的定义。我们的财富不是钱，而是火在那个瞬间燃烧的产物。我们无法在大海中仅用流沙建立城堡，但我们可以学会驾驭火。赫拉克利特给我的不是绝望，而是残酷的自由。既然万物皆变，那么所有的起点都是平等的。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成为火，而不是成为燃料呢？我们如何停止完美的、静态的、稳定的心态，去成为火本身呢？有3个工具：一，将弓弦拉满，我们不会被生活中的痛苦磨损，我们是在被锻造成型。2，火的重置，如果我搞砸了什么，那只是救我的熄灭，价值在于实时重置和重启的速度。3，主动投火，既然生命终将流逝，那就主动投身于火，去成为流逝本身，去拥抱斗争，停止在稳定中寻找慰藉。你必须主动进入价值燃烧最剧烈的地方，那些充满矛盾、冲突和高风险的领域，看穿罗格斯在纷乱的变化表象之下寻找唯一不变的理性法则。这个法则不是水的规律，也不是气的呼吸，而是万物斗争的普遍结构。所有试图用不变的教条来统治人民的，最终都会被火烧成灰烬。去成为制定燃烧尺度的人吧，去成为火吧。